嗨，我是9月，1000万粉丝了。这期视频我要带你们去看这个世界上曾经最极致的浪漫——打铁花。将1600度的铁水打向高空，化为漫天华彩，遍地生金。这项千年绝技因为太过危险，现在会的人不多了。不过我找到了杨建军老师，他是国家级非遗雀山打铁花的代表性传承人。老师，这次我来就是想跟你们学打铁花。谁学打铁花？我啊。你学打铁花？老师说，因为太危险了，10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女孩子学打铁花的。我试试嘛。要这烧子烫着了，那可是一辈子要后悔的。就是吧，中了就打，不中了就拉倒。打铁花用的就是这2根柳木棒，上棒盛铁水，下棒击打。老师说，打铁花起码得够力气，把石头打上10几米的树梢再说。力气嘛，我肯定有。怪不得没有女孩子学，我又试了半天，发现力量的差距实在难以弥补。好在老师非常细心地教我，最省力的方法就是下棒正好击打在上棒凹槽的正下方，这样力透石块，打得又高又直。不过即便是能把石头打上天空，也仅仅是勉强有了学习的资格。接下来还需要进行精准度练习，打沙。打沙和铁水的手感是最为接近的。好大的太阳啊，还是先涂点防晒吧，不然还没练好就先晒成了一个小黑妞。师傅说要打得又高又散才行。不过我发现越是用尽全力，准头也就越差，而1600度的铁水容不得一点点失误。想要兼具力度和精准，无他，唯手熟耳，只能靠长时间的重复练习，让手形成肌肉记忆。现在距离上场演出还有最后一道门槛，打水。停。这一步练习者需赤膊上阵，需感受水落在身上的感觉。血肉之躯，芝麻大的铁水落在身上都会烫伤起泡，必须打出蒙蒙细雨的效果才行。练了1个多月，我感觉自己现在浑身充满了力气。现在只要找个地方就可以打铁花了。哇，这里不错哎，好大。大哥，这里可以打铁花吗？问了好几个地方，无论是广场还是空地，都不让打铁花。算了，追求浪漫也好，追求梦想也好，还是要不以影响他人为前提。我决定去全国最热的地方打铁花，那里放眼望去都是无际的黄沙，什么也烧不着。这里不愧是最热的地方啊！沙漠里的太阳估计晒上一会儿都得脱皮，一定要做防护才行。这是我经常用的兰蔻小白管，相比普通的防晒，小白管有6种防晒剂，其中4种专攻超长波会导致衰老的紫外线，能防护很多防晒防不到的波段。在这里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体验1000年前的极致浪漫了。雀山打铁花还需要一个柳枝花棚。在古代，铁匠是和道士一起打铁花的，祈求国泰民安、五谷丰登。道士们设计了花棚，里面包含了1元、2银、3才4象、5行8卦，不仅美观，还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。可惜后来天灾人祸，连年战乱，道士们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慢慢的就失传了。师傅的师傅最耿耿于怀的就是未能亲眼得见他师爷口中真正的花棚。直到杨建军老师遍访道观，考察文物，历经了13年，才终于在2002年秋复原了出来。这份传习1000年的浪漫得以重现于世间。
遗憾的是，师爷却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。柳木棒需要现场准备的，新鲜的柳木才有弹性，并且含水分，盛放1600度的铁水也不易烧穿。直到快要上场的时候，我才真的感到害怕。之前成百上千次练习积累起来的自信，在这一刻荡然无存。原来听说有人练了好几年还是不能上场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打铁花最难的不是技术，而是克服直面烈火的恐惧，这是浴火的浪漫。打铁花古代并非贵族的专属，民间逢年过节都会打铁花，驱邪纳吉，祈求福泽。愿我们勇敢，愿平安，愿盛世长红。